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四川古蔺的深山里边。刚刚我们通过这条路行进过来之后，到达这里呢，看到有个悬崖，有没有？上面有大概有70-80米的这个瀑布从上面流下来。那么我们行驶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公路就已经到头了。我们看到这里呢，有几个小小的三轮车，这边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竹子。那么他们的这个竹子呢，是从这个悬崖上边有这个。就是缆索啊，有这个缆索，这样呢，才上边砍了竹子之后呢，用缆索从这里滑下来之后呢，在这个地方上车把这个竹子拉走啊。因为这边呢都是以竹子为主啊，所以呢，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都是竹子。然后这个悬崖村庄呢，只有从这里上去啊，唯一的一条小道，然后从这个悬崖上上去，非常的危险。那么这里呢，就是搭了一个棚啊，是他们悬崖村上面的村民呢，把这个车辆是停在这个位置。那他们自己呢，也是必须要通过这个地方步行上悬崖村。大家看一下这里这一挂瀑布，真的是超级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因为现在呀，像这样的悬崖村上面住的人也比较少，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路上走的这个痕迹也比较小哈。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原生态的一个地方，是吧？需要走这样的悬崖步梯呢，才能上到悬崖村。其实挺佩服住在这个悬崖村上面的人民的。大家看，出一趟山非常不容易，特别的累啊。下坡要特别小心。上坡的话是特别累，尤其是背这个生活物资的时候，这个肯定要累满头的大汗，你才能够爬得上去啊。这个是不是就像这种悬崖天梯一样？而且它这个梯子的外边是没有任何保护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说的就是这个路吧。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基啊，全部是这个红石头一块一块的这个镶嵌上来的，看起来特别的复古，特别的漂亮。哇，这家人特别勤劳啊！看着堆了那么多的木材。主人家，有人没得？看没人在家，那咱也不能进去啊。喊了好几声都没有人。这个房子是一个3合头的房子，特别漂亮的。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吧，看看前面有没有人吧。看到吧，那户房子应该是没人住了，那上面的瓦片都长青苔了。你们这个上面总的有好多户人呢？这个以前是有10多户人，现在有几户人了。那你们背东西下去啷个办呢？就走嘞？就在这儿噻。哎呦，按照滑石嘛，滑石滑。有滑石把东西滑下去？有滑。上来也是滑起上来？对。走路才走的。就是走吧。在这里住好多年了呀？我们一直晓得就是祖那在这儿住起了的，起码是100-200年。100-200年了。100-200年是。那个时候为啷个想到在这高里住，还出都出去不到？那个时候嘛，他这些全部是铁窑，他自己总爱吃啊，总爱产的有粮食了嘛。在以前。反正不出去。就是很少出去啊。你们整那个梯子上来都要把73年啊，都干也20多年了啊。73年真的？都干好多年了啊。就安那个梯子上来。4块钱步啊，那会儿。4块安一步啊，个梯子儿。对，这会儿嘛就40块你都安不起一步。也不少钱呢。也1000多啊，20多是。20多1000多。这会儿就把10万都干不上来噻。干不上来，10万都干不上来。就是啊。那有危险。有危险。请人干的哦。请人干的呀。那个事儿读书啊？读书少得很的。不读书。
就是说，他一请来就是在农村当中有10个8个的小孩，请那种一般的，就是说一些那种老的老师就好像就是说读那种百家姓咯。就相当于直接请来你们这高级的，在老家几个人在那儿来教。我来嘛，为得生活安吃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读书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现在嘛都在村里面去了。现在嘛都是在政府办的小学啊、中学这样的。那个事儿才恼火哈。那个是不恼。你们都在住在这上面的哈？我是住在梯坎子上边的。坎上哈。你们这个队等于说只能从那的一条路啊？有一条从外边是没有人走了，现在我们整体都是走这条大瀑布这条。现在都在走瀑布啊，在那个崖边点哈。对对对。哎呦，这走起好累啊，这个路。哎呦，我们习惯了就没得问题的。梯子有啥好？就那个梯子滑呀。滑。那个梯子有些时候下雨的时候有点滑，赶上都不滑。你们这个队总共有好多家人嘛？我们这队多数都搬走了，现在等于是他还有4、5家。4、5家哈。有些人全部都买房子到吃水去了。就剩了我们这没得钱人在屋头。这是贵州安顺的黄果树瀑布，很多人认识它应该是从《西游记》里面的水帘洞开始。在景区，我们可以看到真假美猴王、唐僧师徒5人的塑像。或许你以为黄果树瀑布就是看一下大瀑布，显然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黄果树景区分为3个景点：陡坡塘、天心桥和大瀑布。每个景点呢都是值得一看的。建议大家要来黄果树旅游，需要安排1整天的时间，否则你有可能看不完3个景点。话不多说，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景区逛一逛吧。这是景区售票大厅，这里多说一句哈，除非你是医生、学生、军人等一些特殊身份，现场购票有优惠或免票以外，否则都应该提前网上购票，以免来到这里耽误时间。黄果树景区的通票是210元，包含大巴车、摆渡车的车费。买好票以后，穿过这片区域呢，即可上大巴车，坐车2公里就到达第1个景点。陡坡塘景区入口到了，需要下车的游客请携带好随身物品，有序下车。这里就是陡坡塘瀑布的入口了。进入景区步行约20分钟到达瀑布，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里就是86版《西游记》主题曲师徒4人牵马过河的取景地。陡坡塘瀑布宽约105米，真的是很宽很漂亮。这个景点来回路程加上拍照打卡耗时约2小时。看完瀑布后，折返到景区入口，乘车到达下一个景点天心桥景区，车程约7公里。天心桥景区也是最费力气的一个景区，下车步行需要1个多小时走完单程。虽然游玩起来比较费腿啊，但我建议一定要来看。入景区要经过这一片迷宫般的石林，据说以前悟空啊经常带着小猴子到这儿来玩。峰峦叠翠，植被奇特，溶洞、石林、石壁、峡谷比比皆是，呈现出层次丰富的喀斯特山水风光。一路向前，过了天心桥，来到河边，这个是冒水潭，什么意思呢？地下有暗河冒出来形成的奇特景观，像是烧开的水一样，很是漂亮。一路沿河而下，大小的涌滩和瀑布真的不少。在一片轰隆声中啊，我们来到了最美的银莲坠潭瀑布。
瀑布有10多米高，上面呈漏斗形，底部呢是槽状溶。河水流过河面隆起的石包，像千千万万条大大小小的银莲，缓缓坠入龙潭。水流汇聚在一起的那种磅礴气势，实属罕见，是天心桥景点最秀美的瀑布。看完这枚瀑布啊，我们已经步行了1个多小时的路程，如果再折返的话会很累。好在可以在这里花10块钱坐缆车到达天心桥景区中段的高老庄，然后坐摆渡车返回景区入口，再坐大巴前往大瀑布。从天心桥到大瀑布的车程有7、8公里，观看大瀑布也是我们来黄果树的最终目的地。到达景区可以选择步行或者坐电梯下山，但我觉得没必要啊，因为步行呢也不远。为了避免走弯路，直接可以下到31的1号观景台，震撼的瀑布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溶洞和瀑布这一类的景观呀，现场感受远比看视频震撼得多。浏览瀑布的观景路线，可以先从1号观景台开始，然后依次到3号、6号、5号、2号的隧区拍照打卡，这样呢不会绕路。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啊，导游那里悄悄听来的。如果黄果树只是瀑布，或许并没有那么出名。瀑布下隐藏着的一条134米长的水帘洞，拦腰横穿瀑布才是它的点睛之作，真是震撼无比啊！水帘洞内有6个洞窗、5个洞厅、3股洞泉和6个通道组成。从水帘洞内观看大瀑布，令人惊心动魄。这么壮观的瀑布下还有水帘洞，在世界各地瀑布中也是非常罕见的。据记载，黄果树大瀑布的这种奇观成因可以追溯到2亿多年前的中山叠纪，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毕节织金县的织金洞，这个地方呢是一个4A 级景区啊。那织金洞内呢奇特的景观非常的多哈，据说特别漂亮。虽然我是贵州的，也在这边到处跑，但是我还真没来过，今天是第一次来哈，我也非常的好奇。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哈，织金归来不看洞，织金洞外无洞天，这么个说法，你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它里面是集所有的溶洞的奇观为一体的。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有的，它这里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
它这里也有，所以又有大齐全的一种说法哈。大的话，它这个洞的总长度有12公里，最宽的地方呢有170多米，最高的地方有150米哈。那么它整个洞内的面积呢有70多万平方米，够不够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大家跟我一起到洞里面去看一下。到这边来上车，大概需要开2公里的路程吧。咱们坐那个景区的摆渡车呢，就是在前边那儿就停车了，走进来哈。然后你们看看这里哈，它左边一挂瀑布，然后这个右边一挂瀑布，这个位置坐的还比较对称啊。你看这里洞口的位置也是做的比较对称。这个上面的牌子大家看看啊，世界地质公园织金洞。然后这边呢就是入口了啊，这里就是真正进山了。从这里开始就正式进入洞口了。刚到洞口呢，就一股凉风扑面而来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织金洞的洞口啊。这个洞口还是相当的高，差不多有100米的一个高度。这个地方呢不太好航拍啊，只能看到个洞口，也没必要，所以就不航拍了。那么它这个洞呢，是一进洞就是往下方走的。看看现在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下边那儿他们都在那儿的解说。那么它是一个下沉的一个洞穴，这个洞口上方就已经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洞的奇特了。你看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这种钙化的石笋，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我们一进到织金洞呢，这里是第一个景点啊，一个大洞，一个小洞，这个被称作日月同辉。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这个洞穴呢，已经有一个太阳光射进来，这里看到没有？这里光。那它的意思呢，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会一边是月亮，一边是太阳。那么它的光呢，可能在这个洞中会形成交叉聚焦的一种形式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这种景观，可能需要很多年才可以看到一次啊。这里中间这个石笋呢，被称作是大力神杯，因为我们远远看去啊，它像这个熊熊燃烧的一个火焰，对吧？那么又把它称为这个火炬石笋，是不是特别形象？哇，各位，这个位置怎么没有说明呢？这个石笋我觉得非常漂亮啊，你们注意看一下这个石笋，它有点像那个弥勒佛的这个形状，还像这个狮身人面的一个形状。你注意看，这里是不是像一个人面，然后后面整个像一个狮身，是不是这种感觉？哇，这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地下宫殿了，太美了。这个看去像是这个地方长出来的一朵花，然后延伸上来到这个位置结束。他们跟他们没有连起来哦，因为这个地方拍照拍不过去。哇，太奇特了，这个位置的景观，看一下上面，哇，我的个天哪，把我都惊到了。这像不像一个老人的一个剪影？像一个法师拿着自己的禅杖屹立在这个地方，像不像？这个像不像一个老人的人像？这个地方是9个奇特的景点之一，这倒挂琵琶，哇，真的是太奇特了。然后这个下边你们再看一看，这个地方呢，若干年前这个地方应该是地下河的一个平面。那我们看到平面上有很多的这个小石笋啊，各种形状的，有海龟形状的，有这个什么海象的形状的。你看这里这一片都是。
这个是洞里面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弄堂啊，看一下这个位置，前面有那么多的游客在前方走，这个位置好大呀，洞的高度也非常高。这个景点呢叫做婆媳情深，看一下，也就是前面是一个老婆婆是吧，后面是儿媳妇，表示他两个关系很好啊。这个天然的一个石笋就是这里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编的有点牵强哈，这个剪影怎么看也不太像两个人呐，对不对？在这个山洞里面还可以爬山，你们觉得惊奇吗？这个位置叫做中流砥柱，然后呢，我们上来之后，对吧？这里是顶端，然后这个位置有一道门通过去啊，这个应该叫是南天门还是北天门？那么像这一颗石笋呢，它被称为中流砥柱，支撑在南北天门的中间的一颗非常巨大的一颗石笋柱，而是通过那种碳酸钙的不断的一层一层的叠加之后呢，到顶端来形成这么一颗柱子，就好像是它顶住了上面这一片的这个石板啊，不让它掉下来，非常的奇特啊。这个地方就像一座地下宫殿，这个位置就是霸王盔的位置，非常形象吧？就是形似以前那个将军戴的一个帽子啊，也特别像这个孙悟空是吧？大闹天宫的时候戴的那个帽子，上面是两条细细的辫子，只是这个辫子呢，它不会动是吧？是硬的，不是软的啊。大家看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石柱子，边上有很多的这种奇形怪状的这种东西啊，特别像这种灵芝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位置呢也起名为这个灵芝山啊，也是9大奇观之一。我在这里注意到后边这一墩这个石笋啊，看去像是一个法师一样的这个形态。你们注意看，我放大一下，大家注意看，像一个老法师拄着个拐杖，或者说拱手的一个形态啊，上面是头部，像不像？就是特别像那种懂各种法术的那种老法师。这个地方应该是把它连在一起，再做一个介绍的话，我觉得会更完美啊。这个后边这个形状呢，也像一个弥勒佛的一个形态哈，非常的漂亮。但是可惜它这个地方呢，只收了这个灵芝山。那么，然后再往这边过来呢，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啊。像这个位置呢，他们把它称作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哈。这个边上确实各种形态不一的这些石笋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和美观。这儿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看的景点，我们看到是不是有那种像门帘一样的那种形状啊？特别像一串一串的这个冰糖葫芦，是吧？像这种地方也应该起一个名字的，只是在知音洞里面呢，各种奇特形态的景观太多了，你根本就是顾不过来啊。所以说呢，他们也只能说重点的随便描述了几个啊。这个地方的景观呢，被称为这个3级华盖，它是3个形状一样的，像一个盖子一样，对吧？然后形成层叠形状的3个，1、2、3，这也是目前这个溶洞中发现的这种形态唯一的一个哈，只有这么一个形态。这个3级华盖还蛮有意思的，从这个地方看过去，又像是从这个石头里边伸出来的3个头一样，看到没有？哇，太神奇了！然后它这个对面的话，又是一个法师一样的一个造型，这里对着他们，又像是感觉这个法师在这里镇守这3个从石头里面穿出来的这个脑袋，有没有？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是姊妹玉树。我们再往这边看，这是姊妹玉树她爷爷抱着的小孩呢，
是他们的弟弟哈，这个是他妈，这个是他爸，是不是很形象？一家6口。这个地方呢被称为掌上明珠，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形状像一个水母的一个形状，也像悬空的这种感觉哈。这个下方呢像是一只手掌，对不对？啊，到洞口了，这个洞口就一线天呐。朋友们，织金洞呢已经游完了，在里面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眼花缭乱。有很多没有编辑出来的景点的话，可能比他们这个标记出来的景点更加的漂亮。确实是因为里面各种的景观太多了，眼花缭乱，你真的看不过来。而且我们的拍摄它是完全没有实景好看的，所以织金洞是推荐大家一定要自己亲自来体验的。里面真的是太漂亮了，织金归来不看洞那句话一定不假。
朋友们，我在这个大山的这个山梁这儿发现有一户人家，看样子好像还有人居住啊。我们无人机飞过去看一下，我都不知道他如何进出山的。朋友们，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山大王。为什么说是山大王呢？这个老板啊，多年前承包了我身后这一整片的山头，后来发现里面溶洞天坑数不胜数，洞内奇观呢奇特无比啊，非常的震撼。这个老板呢真的是赚到了，走，跟我一起去看一看。看到没有？这里竖有一块牌子哈，神秘洞天谷。然后呢，这里呢就是它的山门哈。我们一进来之后呢，就会看到这一整片的茅草屋，这里边呢全部是种植的这个香菇啊。到达这个山口的位置呢，你就会看到这里啊，整片山都能看得到了。中间呢是一个坑下去，周围呢是一圈山给它围住，所以这个地理位置非常不错啊。像那边呢就建了一些房子，它还建了一些这个蒙古包哈，好像是餐厅的时候吃饭在这个蒙古包里面吃啊。走吧，我们过去找老板聊一下。这是我们的任总，刚刚走到他这里呢，他们就吃饭啊，一起吃了饭之后呢，现在就让任总来跟我们讲一讲他这个地方哈。整个有好大的面积啊，这一片山的话2300亩。2300亩。你承包了好多年的？承包了30年。30年哈。你承包这里是哪个时候承包的17年。17年，到现在都好多年了，5年的时间了。5年了。你当时承包花了多少钱呢？到现在花了1000多万了。已经花了1000多万了。你现在主要做的一批哪个项目？主要以台山农业观光为主，农养者一体化，自产自销。就是这个项目哈。这儿这个花椒，有搞的这个农家乐啊、养殖啊。也干得多，干的都是一体化的东西哈。因为客人走进来的话，他就会人了。哎，你当时为啷个想到去投上千万的在这里来搞一个茅山坡？是老家地啊地儿哈，有可能的话，这个工业它转向农业了，因为这个农业不做好，中国经济的话还被农业为第2道线。农业牵绊到哈，其他行业它都有怨了都。你现在的话在盈利了没得呀？已经干了15年了，也投了上千万进来。现在今年子好点了，因为前头的种植这些哈，它全是投资，没得回报的。做农业是做实价了，实花价。
撑到5年了就算不成功了。你撑到5年了噻？是啊。做农业这几年弄有那个感悟没得？这个第二艰苦，要吃得苦。因为我在山上待了5年了，晓得不？几乎不回家的。就要这待见。如果你请个门卫，请几个管理人员太多了，管安全的晓得，你就几乎就死不去。有好多东西要自己能做到做。这什么都请人的话，基本上也干不下去哈。干不下去。你这些山洞都是全部已经开发出来了的吗？开发了4个的。开发了4个哈。但是有些都没开发通，因为开发的话，好大的资金在那开发。你现在也是资金上有点困难对吧？那有点大哟。真正的要把这里搞好了，可能需要的资金还有点多。你有没有预估啊？大概好多钱能搞得好这边？如果把9个洞打穿，把这个娱乐设施搞点儿，可能7、8千万能搞上。要7、8千万才搞得好。这面基地也是空的呀，因为那都天天弄结合起来，这个东西。那你也忙啊，你看忙你的哇，那我们在这个洞里面去逛耍。对。这个是比较好看的一个洞哈，走进去看一下。这个洞里面呢，他们还有在这里放了很多的这个菌包啊，这个菌呢就是生长出来呢就特别好吃的那种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洞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全部是倒着的这些石笋啊，而且是特别晶亮的那种。从这个地方过去呢，我跟它称作为一个南天门哈。这一片看看漂不漂亮？然后这里有一条缝隙穿过去，哇，看到没有？这一颗超级高的一个大柱子，看一下粗不粗？然后呢，这边也有一颗，看看这一颗柱子，这颗柱子也是直接顶到上沿的，而且上边非常细，非常细。那么这个柱子是如何形成的呢，朋友们？这个上面还有草，看到吗？还有植物。那么应该是多少亿年前，对吧？水珠滴成的。从这个视角来看，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站的是南天门，左边一颗柱子，右边一颗柱子，在这里守着。来，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奇特的东西啊！通过这个小道过来，这里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缝进来哈，过来，快点！这里很小的一个缝，过来。来，从这里过来。在这个狭窄的地方，这里像一口钟一样的，你看到没有？这里包围着了，这边呢是一个天坑下去，这个他们会把它命名成一口钟。我给你们敲一下，好吧？祝大家好运。这种声音是不是穿透力很强？我不说话，再来一下。这个山上呢也有一个洞，在半山腰，我们去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茅草屋啊，这个山洞应该是就从这个茅草屋进去。这里还有一些这个直播的设备是吧？是不是有人在这直播呢？咱也不知道啊。这里呢就是洞口。
哇，一到洞口就非常的凉爽。这放了很多的这个酒缸啊，他们也在这里藏酒的，对吧？哇，这个里面是真漂亮啊！这么晶莹剔透的这个石笋，尤其是这里这一片，朋友们，就像那个海里那种水母一样哈，它是一个一个的层层叠叠的上去的，非常之漂亮。上边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反正是很好看哈，我都形容不出来了。哇，这里也特别好看。哇，这个位置好看。马上又出去了。这边是山的另一个出口。然后这里，你们注意看这里有没有像一个虫洞的这种感觉？我估计这里面也还没开发完，一直往前走。哇，这个里面怎么感觉像在一个动物的大肠里面这种感觉啊？哇，这个地方神奇哦！看，一直是这样，还能走多远？我看一下还能走多远。这个地方他们用这种碎石渣来填过的。然后这个洞呢是从那边进，这边出，中间有一条道呢，一直往里面走，不知道延伸到哪儿去。整个长度呢，可能大概有1公里左右哈，这么一个长度。哇，贵州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啊，很多地方呢都是这种溶洞啊、峡谷啊、高山呐、等等啊，都是那种非常奇特的。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到贵州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地形地貌哈。很神秘，很神秘。就像任总说的哈，农业真的是不好干。他在这里承包了2000多亩的这个山林和土地，然后在这里整了大面积的这个军包啊，一年的销售额呢可能就是300-400万这样子。然后呢，有搞了很多的这个草棚，包括它这里面呢景观非常非常的漂亮哈，溶洞天坑数不胜数。他算了一下，有9个溶洞，有18个天坑，厉害吧？这个整个山下面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下农工的这种感觉。只是现在呢，都还没有开发呀。在这里呢，投入已经上千万了。现在呢，可能就是这个投入上也遇到瓶颈，还有呢，做这个农业呢，它整个回收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慢啊。做了5年呢，现在呢都还没有开始盈利啊，朋友们。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地理优势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离镇上呢只有大概几公里啊，离最近的高速路口呢，也就是20分钟的一个车程，所以整个地理环境位置相当的不错。只是现在呢，都受困于各种方面的原因啊，包括资金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呢，就是停滞不前，然后回呢也没有回得来本。但是呢，我依然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特别是做农业和旅游结合的这种东西呢，应该是非常好的，只是可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破局的办法哈。我知道朋友们呢有很多是专业做农业和旅游的高手啊，大家觉得像他这种情况的话，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破局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交流一下你们的心得。对面这个三面绝壁、一面大山的地方，竟然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我真的是佩服了哈！即使是以前你躲土匪，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躲到这个绝壁上面去吧？太牛了哈！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看一下。你们看看这户人家会不会选地方？竟然这个下方都是三面的绝壁。后面呢，这么大的一个山，你很难逾越过去啊！
哎，大家看到它的后山呢，已经有这个毛路通下来了，可能花了不少的钱，从大山上翻了一条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边这些土地都有耕种啊，我们目测一下，它整个周围的这个土地应该大概有20亩左右。一户人家住在这里呢，确实挺爽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面的山都是他家的，对吧？没有人跟他抢，也没有人上得去，因为下边是绝壁，上边呢是土地，再上边呢是大山，对吧？我都不知道以前这个毛路没有挖的时候，他们家从哪儿去啊？我觉得这户人家还挺厉害的哈。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竟然把这个毛路从后山挖了下来。但是我们看这个毛路特别的陡峭，我估计也是没有什么作用啊。然后大家看它这个地形，是不是像一把椅子一样，对吧？坐在这里，还挺不错的。然后我们看到它房屋的这个门前这一块田呢，像一个肺的这个形状。然后中间竟然还有一个圆的凸起的，这个有一点像心的一个形状。你还别说，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还挺有讲究的哈。你可以想想以前的人躲土匪躲到什么程度啊，竟然跑到这样的地方来居住，你根本发现不了哈。如果不是无人机的话，你根本发现不了它。只有我这个位置，你才能看到对面他那儿有房子，你稍微错一点点位你都看不到，非常隐蔽的一个地方。我真的是佩服这户人家的祖先哈，也不知道是躲战乱呢，还是躲土匪呢，躲到这个上面去，反正就是挺佩服的哈，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来居住，我觉得是一个修行修仙的好地方啊。朋友们，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大山里，我从山顶上下来的，这是一条毛路啊，在这个地方呢发现有一户人家在这里居住，咱们下去探访一下。现在我们已经步行到山下来了，这个是主人家养牛的一个牛圈，然后住的地方呢是在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一整片，这个所有土地呢都没有耕种啊，一家人在这里啊，这儿环境不错吧，朋友们？下边还养了好多的鹅，这里养有鸡，养有鹅。又养有牛，这家真的是在这里创业的。不高不高吧？哎呦！哇，好吓人了，不高吧？我看到你来了，我又不敢了，刚刚。我怕耍。哇，你家这个狗好吓人哦！那不是当地的品种啊？哦。哇，吓我一跳！你家人在这儿哪？大姐？好几天没下来，些牛都在这点那些屋台下把牛噻。哦，在这一搞养着。哦，你们也是住在山上哈？现在我们家给养殖场去啊，租几个房子给他做。哦。现在没，你看嘛，烦得很。我看到这有房子，我跑下来看哈。哦，你人也没来这里，牛就跑到这里来了哈。晚上丫头条在洗。你们这儿环境倒是好，这个位置养牛是安逸得很。哦，你们家住在山上的哈。哦。我都是给他公交儿媳读书啊，也就是这坐在这两头好几米。哎呦，你妈，我也是干嘛的？没事，你家原先是住这儿哈，也是？对，原先是住这点。我们老家地些，在住了他。谢，没事，我们都是农村的。走上班走下来都要走会儿的。哎，好几天这两天落雨都没下得旺啊。哦。都要牛起都跑到点了，睡午些死大家好烦噻。嘿嘿。不要管它，过去耍点就行了。喝点口水，这里有矿泉水不？这个狗刚才把我吓一跳，好，谢谢。
但是他只是打这口气凶哈。嗯。你们这儿呢，不高不矮的养这个好，哎。高也不高，矮也不矮。其实空气好哈。嗯。你喂10多个牛啊，又喂的有些鸭呀、鹅的哈，还有鸡啊。对。等你一个人在我都管你哦。那你还得厉害的喽。那啷办喽？不用带绳子噻。哎，还没接血娃儿，只是姑娘打发那个。哦。娃儿还没有接血娃儿，有12、13岁的。那不用带，还早，还早。哎。还可以等几年。做嘛对的做。没得事。哎，这个老子烦得很。你要把都出去过的哦。我没文化的嘛，就是出不到啊。哦，你一直都没出去打工那些？啊，对的，我都农村读书这些啊，读过书啊哈，没文化。你们是应该是7几年的哈？哎。71年的我是。你71年的啊？那看起你好年轻一下的。年纪老了。71年的好多岁了50岁。50岁哈。但是你看起真的像没得50岁的。71年的属猪了。你要几个小孩呢？4个都大了哈。啊，4个大了，大个姑娘是结发的，大2个是姑娘，切2个是。哦。啊，就是最大那个结麻的，其他的都还没有哈。咦，那个还压力有点大的嘞。就是了嘛，我们就是了嘛。好，现在还读大学，在姐妹那边。好，现在人家放假的，我都上网课，在这边来上网课。哦。完了就过节了哈。在中间的嘛。你前半段辛苦，等几个娃儿都出来了，都松活嘞。哎，是，确实我辛苦啊，你晓得。但是你心态好。哎。看你都看得出来，虽然说辛苦的，但是人心态好。是啊，你不晓得我们2个老的哈，那时候120后的过程嘛，你们都肯定晓得噻哈。我们自家有3级兵了哈，我们老的啊也有很惨了哈。其实这个大姐呢，整个20来年都非常的辛苦，带小孩、供小孩上学，在大山里又要照顾老人，对吧？在这个山里养牛养了7、8年呢，其实也是没存到钱的，因为开销比较大嘛，孩子要上学，每个月要1000多，然后又经历了一些伤病治病呢，也花了很多的钱。虽然一直都很苦啊，但是我们从大姐的笑容上，你是感受不到她的苦的，所以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积极的人。在这个大山里面呀，能供出2个大学生，也是非常不易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她不是那种去跟别人计较，或者说对什么事情耿耿于怀的人，是一个非常面善，而且是特别善良的一个人啊。你知道她一个人在家里干了多少事吗？养了10几头牛，养了7、8桶蜜蜂，养了一些鹅，养了一些鸡。你知道这些活要一天干多少时间吗？我估计没有10个小时以上你是干不下来的。特别是在这个牛下崽的时候，那么如果同时有3、4个牛在下崽的话，那它是不能出去吃草的，就必须去干嘛？割草来喂。3、4个牛割草要割多少呢？一天要割300、400斤啊，所以是非常辛苦的，真的是特别令人敬佩的一位大姐。朋友们，我在这个大山顶上这里啊，发现仿佛是一个无人村。看一下这些房子，都是全部废弃在这里的。那边那儿也有一栋，然后对面有好几栋。你看看这一片没有任何耕种的一个痕迹啊，公路也通了。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搬走呢？我觉得有点可惜哦。这个地方又在山上，我停车的这个地方，这一栋也是废弃的房子，也是没有人居住的。
这儿我数了一下哈，应该有10栋左右的房子，太美了这个地方，看看这个房子这么漂亮，正好在这个大山顶下边一点点的位置啊，而且这个村子这一片是非常非常平坦的，这为什么都搬走了呢？特别可惜啊，我们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人居住的。哇，这个土这里弄了一下，难道有人回来吗？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漂亮，而且这个上面的瓦也是翻盖过的。哇，有人养蜂在这里，我估计是主要养蜂，然后才把这里周边的这些草给清理干净的。主要是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漂亮啊，你们看一看，这些曾经都是水田，对吧？这个水也不缺呀，你说这个地方缺水也说不过去。你看这一块田里面全是水，所以就证明这个地方是不缺水的。为啥都搬走了呢？哇，挺可惜的哟。这个村庄太漂亮了哈，这里的海拔呢也是1000米左右。哇，看看那里那么多的房子，那里好几栋。这一栋房子也是挺漂亮的，这个院坝也这么大，为啥要搬走呢？大家看一看，尤其是公路边上这一栋房子是特别大的，是长5间的一个木房子，非常漂亮啊。哎，前面那有人，咱们就问一问，了解一下这个村子的情况啊。吃饭没到，大哥？吃了。啥呀？你们这啷个的全部都搬走了呀？全部都搬走了呀？打工给他搬走。那这土都不做啊？那退耕了嘛？全部退耕嘞？嗯。你搞哪去了？你这照相？照相噻。照相搞哪去啊？照相耍，喜欢在这跑。哦。我看到那么多房子都像没人住的了呀。你还这状嘛？养蜂子？有几头蜂子。几头蜂子？那些成为你了啊？那些不是，那些就才点5的，这里有10到10头蜂子，10多头。10多头蜂子哈。嗯。对房子留起的就是没搬迁的。他是个人买起蜂子了。哦，有房子的就是个人买起的。嗯。然后挖出来的就是已经直接搬迁了哈。是啊。那你们也是搬迁了的哟？嗯。哦，这是偶尔回来哈，全部搬迁的。朋友们，这个地方呢是整村搬迁的啊，现在就是一个无人村，可能偶尔会有人回来一下。这里环境是真的漂亮啊，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吗？朋友们，你们现在肯定猜不到我在哪里哈！我现在在云贵川3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鸡鸣3省，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省的公鸡打鸣呢，3个省的人同时都能听到。我所站的位置呢是贵州的地界，这个地方呢是做成了旅游区啊，整个空中俯瞰下来呢，它是一只雄鸡的造型啊，非常之好看。然后我们的对面呢就是云南和四川。然后我们的下方呢，就是赤水河和渭河的一个交界，这个地方呢也称为三岔河。大家看一下，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对吧？2条河流硬是将这山川呢切割成了几个大峡谷。然后这边呢是贵州的地界，那边呢是四川，然后这边呢是云南。那么在云南和四川之间呢，架起了一座桥梁哈，这座桥梁呢有180多米高。在未架起桥梁之前，四川这边的人要到云南来走亲戚的话，要走2个多小时。
现在桥通了，只需要5分钟就能走到。上世纪80年代，云南和四川之间的来往太过艰难，官方首次提议修建鸡鸣三省大桥，但因当时桥梁建设技术水平的制约，较长时间没有进展。到2006年才启动了鸡鸣三省大桥的立项。经过多方的努力和对地形不断的勘察设计，又经历了10年的时间，直到2016年7月3日，大桥才正式开工。2019年7月7日，鸡鸣三省大桥完成主拱圈合拢工程。2020年1月21日，鸡鸣三省大桥才正式通车运营。大桥的修建从提议到建成通车，经历了长达40年的长跑。40年啊，朋友们，很多当初的小伙子都熬成了老大爷，才看到了鸡鸣三省大桥的通车。要在这样的深山峡谷建起来这样一座大桥很不容易，可以说鸡鸣三省大桥的建成也体现了我们中华人民不畏艰难险阻、不断进取的决心。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桐梓县风水镇的木爱村，看到我身后没有？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盘山公路岩壁、绿水青山交相呼应啊，一幅特别漂亮的水墨画。那么我身后这里呢是一条崖壁的沟渠，是木爱村的村民呢在几十年前修建的，是从那边悬崖上开凿过来的哈，非常不容易。那么这个水过来呢，会灌溉木爱村下边这些的所有农田，包括我身后这里这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当然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沟里面呢是没有水的，因为年轻人呢都出门打工了，那么只剩下一些老年人。还有就是说我们产业的一个变化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土呢依然没有荒废啊，都是有种植的。不过呢，大量种植的是高粱。大家知道我们这边呢茅台镇呢产茅台酒嘛，所以呢都会在茅台镇以外的很多地方呢种植这样的高粱。木爱村这里啊，除了这条特别险峻的沟渠啊，那么前边的崖壁上还有一个独特的奇观，走，带你们去看一看啊。看看这些地方呢，就完全是挂在这个崖壁上的一条沟。所以在这个上边行走呢，还是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能大意。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对吧？这条沟渠呢，现在没有水了，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我过来看到大多数地方呢都是完好的，那么只有少部分的地方呢，可能需要修补一下。哇，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景。上面飞出来的几片崖壁，特别的壮美啊！看我这里这条沟渠，它还要经过那个地方的悬崖那儿过去。过去之后呢，应该是接到这个下边的这条沟里面的水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地方美吧，朋友们？这个地方美吧？你们就说。这里做有一道门，它这个是挡阳的门。
哇，我走到这边来了，现在让你们看一看一个奇特的景观，不要眨眼睛，看到没有？像一只开着天眼一样，一个穿洞哈，一个天生桥，你也可以说天生桥，你也可以说穿洞，你也可以说天眼，神奇吧？太漂亮了哈！好像是这个地球的把手一样，对吧？有一只手在那个把手里面一提，会不会把地球提出来？啊，你们说能不能把地球提出来？太壮观了啊！坐了你啊，成瘾了呀？这个叫川爱哟。我得抓板子了啊。这个都行。你们这个队儿有啷个传说没得呢？有传说，俺谈的是二郎担山赶太阳。啊。但就这能呢，金面南又断了，有头落在川南，有头落在川岸。啊。邓朝啊，哥用手头提的说。哦。这是中国一个传说。还有啊，刚才呢有2个诗人，顶顶上。哎呀，这个男说的是个男的，还有找雷打的，他是向到欧家园底下，看到欧家园底下是吧？哎，欧家园的风水，他直接就是。哦。好，他底下就是这个男的给了他就讲那个哈，那欧家园那些姑娘啊，在12、13岁啊就开始有娃儿，那个是。嗯。哎，天上的五雷。看到不忍心，就把有人给打了。你能想象吗？在贵州大山里隐藏着一棵4000多年的金丝楠木，上面掉下来一颗枝丫，就能在大城市买一套房。大家好，这里是贵州德江县的楼房村。这个村子啊，居住的大多数都是土家族人。在村里有一棵1000年的金丝楠木，据当地人介绍，这棵古树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哇，4000多年，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这棵树呢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可以看到树根的颜色很像石头，而且它的硬度呢也跟石头一般坚硬。金丝楠木被称为1000年不朽木，所以啊，古代的很多建筑上你都能看到金丝楠木的身影。现在呢也被很多人追捧，这也是金丝楠木非常昂贵的重要原因。这棵金丝楠木呢被称为亚洲楠木王，这可不是我说的哈，人家这里呢有树立标牌的，大家可以截屏看一下。这个上边呢记载了当地土家族人和这棵1000年金丝楠木的一些渊源故事。这棵树的树根啊延伸到四面八方，仅仅露在外面肉眼可见的面积呢就有320平米。树的高度是43.5米，树高不算高啊。树围呢有12米，大概要10个成年人才能围得住。那我们可以看到树上围了很多的这个红布，这个呢是当地人围的，主要呢就是敬重和祈福的意思啊。在20年前，树上掉下来一颗枝丫，你猜怎么着？我今儿是专门买
没60万了。第二次断下来的鸭子都卖60万，在村里面的卖了之后，这个钱是属于村里面的是吧？阿姨说了，20年前树上掉下来的这颗枝丫呢，竟然卖了60万，是不是不可思议？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在大城市买一套房，所以啊，金丝楠木是非常的值钱。我估摸了一下啊，这棵树的价值呢，最少也是过亿的，你们说呢？我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在冬天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刚刚我家门口这里来了几颗小野猪，我现在上去拍一下，看能不能拍到4个。2弟、3弟快跟上，我在前面探路，你们不要掉队。好的，大哥。等等，这里有个玩意挡住了去路，不知道是个啥，怎么办？别慌，大哥，等我来看看。耶，这是个什么玩意？以前从没见过，有点吓人。不好，大哥3弟，快跑！这个玩意是来抓我们的。太逗了，朋友们，我竟然拍到了这个小野猪，4个呀！不知道大野猪在哪儿，就在这个位置拍到的。这下面的山太大了，不然我去捉来养一下，看能不能养呢。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阿泰呢是来到了我们的省城贵阳。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城中心的一个喀斯特公园。看到我身后的高楼大厦没有？这一座公园呢是建立在城市的中间。那么大家知道喀斯特地貌呢讲的就是石林，对不对？就是奇形怪状的一些石头。所以呢，我现在就带着大家呢一起到这个石林里面去穿梭，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奇特的东西啊。这个是公园内的一个水池，那么整个公园它是包裹在这个城市群的中央，所以这个市民早晚散步的时候呢，都会往这个公园来。这边这个池子呢叫做瑶池。这里呢确实是有一个传说哈，传说呢西王母呢有多处这个瑶池的居所，这个地方呢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到这个农历的3月初3、8月初8呢，专门会在这个瑶池设立这个蟠桃会，对不对？各路神仙呢都要来向它呢进行祝寿。那池水呢这个清澈无比啊，在这个温差比较大的这种季节的话，咱们这个水面上呢还会腾起这个白蒙蒙的这个雾气啊，环绕在这个水中奇石之间呢，是非常的壮观和漂亮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两边的这个2排这个石头呢，就像2列仙班一样，在这里毕恭毕敬的呢等待这个王母娘娘的到来，所以整个地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奇特的。这个石头也是比较奇特的，石头上呢也爬满了这种藤蔓、爬山虎啊，看起来呢绿绿葱葱的，也是挺漂亮的。大家是不是特别羡慕贵阳人？你看住在城市的高楼大厦，然后中间有一座这么原生的公园，然后平时散步的话就可以往这里面走。哎，宁哥，你在这里干嘛呢？哦，这个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呀？我让你看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来，看到往那个地方看到没有？哎，那个石头上吗？对，就是那个石壁的中间。那个是什么？好像有什么雕刻一样的。啊，不是，它是一个化石。化石吗？对，你看这样看过去，你觉得它像什么化石呢？隔得远不是很清楚，看着有点像恐龙的感觉，是吧？对，它有点像恐龙，又有点像蜈蚣，还更像蝎子，对不对？这个化石呢，我们这样看过去的话，确实是很难分辨它是什么化石。不过从这个外形来看呢，我认为它可能就是贵州龙。
贵州龙。对，那什么是贵州龙？你知道吗？贵州龙啊是一种远古生物，距今呢应该有2.5亿年了。那时候呢，它是主要生活在水中，偶尔会在陆上爬行。在上世纪的50年代啊，在贵州省的新域发现了它的化石，所以说他就把它取名为贵州龙。从这个看过去，你看它的头真的就像那个贵州龙的头的化石。然后那个身姿也特别像，不过那贵州龙好像没有这么大，它这个化石的那个大的体型呢，应该是比贵州龙还要大出好几倍。所以说它到底是不是贵州龙啊，还是什么的化石呢？我现在也不清楚，因为呢，这种可能要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来解释一下。对，你可以过去看一下。靠近一点去看一下。对。行，好嘞。走到这个里面来之后呢，就发现这里的石头要比外面的高很多啊。现在我们走到一个狭窄的这个缝隙里面来，那么看看这里有很多的一个岔道，然后这边的这个石头呢就要高很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那个林哥跟我们讲的这个恐龙的化石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走近一点，大家看一下，就在这个崖壁之上，到底它这个是真实的那种恐龙化石呢，还是说是人工雕琢上去的？这个其实挺难讲的，因为我们从这个肉眼去判断的话，确实是有点像这个人工的。但是呢，你看到边上这些白色的灰，很自然的过渡下来，看，尤其是中间这个缝隙里啊，这些白色的这种灰的这种感觉，它是很自然的过渡的，所以呢，又很难去讲这个东西啊。我们呢又不能去用手触摸，因为这太高了，上不去，对吧？所以还是特别神奇的。有几个这种类似于蝎子啊、蜈蚣啊，就是那种龙啊的这种化石啊，特别的奇特。这里这个缝隙这里呢，好像有一个一线天，是吧？我们穿过来这里看一看啊。哇，这个地方确实特别的这个狭窄，这个位置你胖一点的人真的是挤不过去的啊，我都有点困难。然后我们看这里，像一个把手一样的，这个太奇特了，这个，是吧？就像一个把手。所以这种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真的是让人惊叹啊！就很多奇形怪状的这种东西。你们说我有没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一提把这个石头给它提出来。那么我们从这里这个地形这里啊，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喜欢这个到海底去玩耍的啊，喜欢去潜水的一些朋友呢，你们看到这样的地形呢，就知道这个潜水是多么危险。如果在亿万年前，这些地方都是被水淹没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潜水从那个顶上下来之后到了这个底下，你这个光线也不足，有可能你会被困在这里面，也说不清楚啊。所以潜水呢也是比较危险的。我相信很多北方的朋友呢是特别羡慕像贵阳这样的城市的，它是依山而建，城中有公园，公园中有城，对吧？特别漂亮，特别融合大自然的一个城市。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贵阳喀斯特公园之旅呢就到这里。这里面呢确实很多值得一看的，有这个天眼，有地缝，有这个瑶池，对吧？有一个古老的这个神话传说，还有我们这个在这个岩石顶上的这个恐龙化石，这个是算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了。你们觉得那个恐龙化石是原生的呢，还是后期雕琢上去的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遵义市凤冈县龙泉镇的六里村，这个山里面呢长着一棵非常奇特的千年古树马年光。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呢，这棵树浑身都是光光的，没有任何的叶子，很多网友呢就怀疑说这棵树是不是假的。那我也有这个疑问哈。事隔3个月之后呢，我们今天再次造访，去看一看这棵树到底有没有长出叶子来。我们就从这个小路下去啊，这个边上呢还有一个土地庙，那么
就通过这个小道啊往前走，大概呢走个10来分钟啊就可以到达。这段时间在这个山里行走啊，真是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这种叫声的话，应该是一种那个虫的声音哈。我是从这个山垭口这儿下来的，一到这儿呢，大家就会看到这一片怪石林立的地方。这里呢是一个神庙，那么这个呢就是马铃光树。神庙的一个后面呢，就有一个深不见底的一个溶洞。这棵树确实，你看多少遍都会觉得非常的奇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详细的看一遍。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树的树根呢，它是沿着这些石头啊，这些缝隙呢，扎入到这个地下的泥土之中。这个主根特别的奇特哈，它把这里的这个一大片的这个岩石呢，全部给包裹住。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起啊，它的根须串联到这里来。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离主根的地方有差不多10米的一个距离。看这里有个小疙瘩，像不像一只小猴子？是吧？我猜测呢，就是它本身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然后呢，很多人到这里来玩呢，也就是抚摸一下，就显得特别的光滑。那么这里就是马铃光树的一个根须。过来之后呢，它像倒挂着长一个吸盘一样吸附在这个石头的下方。这种现象是不是特别的奇特？看看我们刚刚那个有一个小猴头的那个位置就在这里啊。那么中间这里是一个石梁，那相当于它是这个根系从这个石头下边应该有个洞穿过去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树真的是太奇特了，每次到这里来看到这个形状的话，说实话呀，都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它跟这个石头就缠绕的这么好，对吧？就形似于那种山和水、水和山的这种感觉，对吧？它链接的非常好哈。这些不管是每个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它跟这个石头的贴合的一个状态啊。真的是就像胶水粘上去的一样，大家看看，而且它是每一个缝隙，因为我们这个石头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呢，它是其实是凹凸不平的一个状态，对吗？而这个马铃光树呢，它是直接就是吸附在这个石头上，而且把这些缝隙全部是填满的。你们可以看到，比如这个地方，这个石头有这么深的缝，但是这个马铃光的这个树根是直接从这个缝里面长进去的。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哈！如果你善于观察，你在这棵马铃光树的这个树根上，你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形态哈。你想说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呢？它就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形态，因为它整个这个树呢，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2大根系哈，一根呢是往下面进行延伸，然后一根呢是往这个上方进行延伸哈，这个应该是它主要吸收水分的2大根系。哇，太奇特了！那么朋友们特别关心的这棵树到底是真的假的哈？今天你们就可以一睹它的真容了。那一定是什么？真的。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树全部是光光的，是没有任何的树叶的。那么你们现在看，上边全部是长满了树叶哈，看到没有？这棵支出去的一个树枝，上面全是树叶，包括这个树的顶部，这个假不了了吧？枝繁叶茂，对吧？已经把整个天空给盖住了。咱们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它上面是空空如也，全部是这个光光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像这棵千年马铃光树啊，生命力这么的坚强，盘踞在这个岩壁之上，依然多姿多彩，展现了它最美的一面。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根系，
你可以在这个根系之中发现很多的秘密哈。比如说我们这里凸起的一个地方，这个位置哈，大家看是不是像一个猴子脸一样往前方看，对吧？这样看就更加的清晰。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是不是像一个脸？是不是像一个脸？那么周围呢，把这个脸呢包裹在中间。他们当地的人呢，又称这个地方呢为菩萨眼的意思啊。这里有一个树洞，对吗？然后这个上边呢也有一个树洞，包括这个上边这里啊也是有一个洞穴的。实际上呢，这个马铃光树啊，它这个里面是空心的哈，它是空心的。有可能这里边还藏着什么小动物在里面修行也说不准，对吧？它爬到这个孔洞里面去，那就在里面呢冬眠呢，或者说在里面一直待着呀。至于这个水分什么的也不用愁啊，因为山里嘛也经常下雨，所以它水分也是充足的，它可以一直待在里面。哇，你们看我站在这里跟这个树根这里比，显得我多么渺小。实际我170多斤，对吧？大胖子一个，这种触感真的是特别的好哈，真的摸起来这个就跟这个皮肤是一样的感觉，特别的细嫩光滑。那么它这个树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些树皮，它到冬季呢会掉一些下来。他们当地的人呢，据说以前呢，容易长一些疮，对吧？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树皮呢捡回去一擦呢，这个疮就好了。所以说千年马铃光树的这个树皮呢，它也是有药用价值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次咱们的这个马铃光树呢，跟上一次颜色是不一样的？这一次看去呢，是呈这个淡灰色的一个状态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春夏季呢，是马铃光树吸收水分生长的一个时间，它大量的吸收水分呢，它的树皮呢也开始增颜色，所以就慢慢的变成淡灰色的。如果再到我们冬季的时候呢，它的叶子全部落了，而且那个时候呢，水分相对呢比较稀缺，所以马铃光树呢又慢慢的恢复那种金黄色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说马铃光树是生长在肥沃的土地里面呢，我们就看不到眼前的这种景象了。正因为它生长在石头上，绝处逢生，才给我们呈现了这么壮美的一个奇观。这棵马铃光树的侧后方呢，还有一个涵洞啊，下边有暗河，深不见底。至今为止呢，还没有人下去探秘过，非常的神秘。马铃光洞、马铃光树、马铃光庙。马铃光庙呢，还有一副对联：洞外诸神依时坐，山前古树借云栽。古木古树生古石，灵山灵洞有神灵。足以见得当地老百姓对这棵千年马铃光树的一个崇拜，更增添了这棵古树的几分神圣。马铃光树的奇特，马铃光庙的奥秘，马铃光洞的神奇，成为了六里村的一大特色，更是吸引了无数人前来参观。据说马铃光洞呢，能够不时传来灵气，人体吸收灵气后神清气爽，更能延年益寿。我先多吸几口哈。我们不管这个是真是假，最起码你到这儿来能够一睹这棵千年马铃光，满足你的好奇心。这个地方距离凤冈县城呢仅仅5公里啊，到这里还是非常方便的。有空的时候，我劝大家还是过来看一看这个奇特的景观。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峡谷深处，我们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村寨，堪称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虽然非常的遗憾，因为这个路太难走了，我不想下去。不过呢，我依然要把这样的美景分享给大家。